期间，中美两国气候问题特使将就气候变化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中美紧张局势升温之际，克里再次到访，释放何种信号？气候问题作为体现中美合作的关键领域，能否为中美关系改善带来一丝良机？来看报道。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消息，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周二至周五展开访华行程。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同其在天津举行会谈，双方将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在天津，克里预计将继续与中方讨论今年4月17号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概述的气候危机的重要方面。今年4月，克里作为拜登政府执政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官员到访上海，与谢振华举行会谈，讨论气候危机所涉问题。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克里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美中合作至关重要。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努力，美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加紧落实巴黎协定目标，共同为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做出更大贡献。外界普遍认为，两人4月的会晤为中美两国重新开展气候变化对话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也释放出了中美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外界注意到，中美之前的数次公开接触均为美国方面主动希望和中国谈，这次官方透露是中方主动邀请。就在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表示，中美近期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我觉得这次我们之所以邀请克里来啊，有这么3个原因。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在气候问题上，是中美两国能取得共识的少有的几个问题。那么这一系列呢，在上半年呢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那么这个时候呢，继续跟美方进行交流进行深度的畅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这个就体现出建设性。第3个，克里呢还是一个中方能够接受的人选。那么这样的一个角色呢，中方呢也愿意跟他交流。换言之呢，在谈气候问题之外中方呢可能会跟克里也谈一谈对中美关系的和全球局势的这么一些问题。克里之前担任过奥巴马时期的国务卿，一直主张对华采取合作的态度，希望能够通过对话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分析认为，联合国气候大会很快就要召开，克里趁着这个时间节点来做访华的计划，显得十分合理。但美国当前因阿富汗撤军对外形象上受到极大挫败，而且美方由情报界炮制出所谓的新冠肺炎溯源报告，矛盾指向中国，遭到中方的驳斥和强烈反对。观察认为，在此背景下，克里再次访华，除了是在气候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外，也有就中美关系再发缓和信号的意味。中美关系现在是一个比较难局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克里来呢肯定是能带来一些善意我们也会回报一些善意，但是呢我们不能过高的去期待于这件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关系要想解冻要想重启温暖的这个状态，那么也需要一步一步来需要更多的善意，需要更多的合作需要更多的双边深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那么一些合作，才能造成中美关系全面逆转。美空军新任部长妄言，他的目标是要让中国感到恐惧。早前外交部发言人请他去问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那么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直面这一问题时，给出了怎样的回应？稍后带来详细报道。第13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周二在北京举行。原计划去年11月举办的本届航展，因疫情原因被推迟近1年的时间，将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恢复办展，规模将比往年更大，将成为今年世界航空航天界的一大盛事。值得注意的是，前段时间美国空军新任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妄称，他的目标是让中国感到恐惧。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请他去问一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用2个不怕来回应外军挑衅。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国空军作为主办单位，已连续5届亮相中国航展。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是建党100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空军历史性的跨入战略空军门槛。本届航展，空军将集中展现推进战略转型、迈向世界一流的新成就。这几年，歼20、运20列装越来越多，飞得越来越远，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日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人民空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新时代的人民空军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值得注意的是，新任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他的目标是制造让中国感到恐惧的超前技术，比如当前美国空军正在推进的 F-35隐形战斗机升级项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对此回应时，建议这位美空军部长问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申进科就用2个不怕回应外军挑衅。回顾人民空军在党缔造和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岁月，空军始终传承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从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到国土防空、尽快战法、打U2，再到新时代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道巡航，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空军官兵坚决捍卫国家空天安全，坚定维护国家发展利益，让党和人民放心。距离第13届中国航展还剩下27天。那么在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本届航展除了是自疫情以来举办的第1场中国航展之外，还将创造多个首次。例如，首次推出云航展，采用线上加线下、展台加推介的展览模式，而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也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中国航展可谓高精尖展品荟萃一堂，陆海空天电全覆盖。在陆方面，中国兵器工业将成体系展示机动突击、火力打击、无人装备等153项高科技展品，其中62项为首展。在海方面，中国船舶将携带包括无人作战系统、水中兵器、智能装备等60项海上防务展品参展。在空方面，中国航空工业将组织149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参展，其中50多项为首展。中国航发则将携多款航空发动机首次亮相。在天方面，中国航天科技将突出展示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等国之重器。一批最新型家族化的军贸产品也将亮相。在电方面，中国电子科技、中国电子信息都有新展示，军事通信、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新一代防务装备都将亮相。此外，观众届时还将欣赏到飞行表演、地面装备动态演示交相辉映、明星装备陆空一体集体亮相的盛况。飞行表演方面，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都将一展雄姿。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还将进行首场飞行展示。中国商飞 CBJ 公务机也将展翅蓝天，而航空工业翼龙2无人机则将线上首演。地面装备动态演示方面，将着重突出无人装备元素，届时将有 VT4 型主战坦克、VT5 型轻型主战坦克、VN1 型8×8轮式装甲车等30多种地面装备，将进行爬纵坡、过壕沟、涉水池、蛇形机动等项目实景演示，以及模拟部队日常训练场景，为现场观众带来震撼的装备动态表演。
中国航展自1996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跻身于世界5大航展之列，是集中展示中外航空航天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的重要窗口，也是开展航空航天技术和装备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航展将迎来中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瑞士、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创会114年，拥有1.2万会员的香港律师会周二迎来新任会长陈泽明。上周，香港律师会刚结束理事会的改选，专业派5名参选人全取所有席位，所谓开明派则完败，守住了该组织的专业属性。观察指，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香港的法律专业在内地金融发展、资产管理、仲裁工作都有不少新机遇。在中央全力支持下，香港法律业界只要秉持专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抓紧大湾区机遇，定必会有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香港律师会周二召开理事会，选出新会长及副会长。现任副会长陈泽明接替破纪录连任3届的彭运熙当选为新一任会长，李亚明、汤文龙、于国坚当选副会長。陳澤明在當選後表示，香港律師會將保持政治中立。我哋一定要秉持香港律師會嘅專業精神，保持政治中立，不偏不倚地就社會議題從法律角度發聲。呢個係我哋律師責無旁貸嘅。陳澤明強調，律師會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法治以及維持香港律師的專業水平，為市民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務，而與特區政府及其他機構合作也是重要工作之一。陳澤明同時表示，內地允許香港律師通過考試於大灣區執業，對未來香港的法律界非常重要。入行24年的陳澤明自2016年2月起加入香港律師會理事會，2018年起擔任律師會副會長，現為濟南市政協顧問，同時也是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上周三，香港律師會舉行了周年大會，改選5名理事，專業派5名參選人陳國豪、傅家綿、黃巧芯、袁凱英、岑君毅全取所有一席，而自稱所謂開明派的3人則全數落選。有港媒稱，打着所謂開明派旗號的參選人，其實和開明2字所代表的理性精神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徹頭徹尾的山獨派，長期與反中亂港勢力勾結。其中馬秀文被披露曾在美國媒體發表抹黑香港警隊的言論，捏造警報，煽動仇警。2019年修例風波中，他還高調與何俊仁等亂港分子一同參加所謂的法律界黑衣遊行。人民日報日前發文表示，香港律師會在香港法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與法治同行是其本分，捍衛法治精神屬其義務。文章指出，律師會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就不會像教協一樣轟然崩塌；擁護一國兩制方針，遵守基本法，就不會像香港大律師公會一樣走上窮途末路。香港誠新聞也表示，律師會專業派大獲全勝，得以保住香港律師會控制權，以及保住即將舉行律師會會長的選舉選情，也能保住香港律師會百年理性和專業的金字招牌，更能反映港人希望回歸理性，人心盼望務實做事。陳澤明在周二公開否認此番言論是所謂施壓，指在香港包括特首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有言論自由，若對方有道理的話會聆聽意見。他不認為林鄭月娥的言論是在批評律師會，又指律師會作為自我監管的團體，有其內部規則，只會從專業角度出發。事實上，“14·5”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就有專章對港澳發展作出規劃，其中提到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是為香港法律界注入強心針。就在今年4月，時任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運熙在接受深圳衛視駐港記者專訪時就表示，香港律師會內部早已在研究“14·5”規劃，除了涉及香港的部分，也非常關注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的法律從業者如果兼具香港和內地的法律經驗，可以獲得更好發展。香港將把握國家“14·5”規劃帶來的種種機遇，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時機。個香港律師，你既有香港本地嘅專長，亦有內地嘅執業資格，
咁你令到好多跨境嘅業務咧係會做得更加暢順。我哋睇到喺十四五計劃下面，好明確地中央係支持香港成為一個亞太區嘅國際法律服務中心，亦係一個爭議解決嘅服務中心。呢一兩點呢，俾嚟我哋香港法律界嘅朋友呢，係有好大嘅商機。與此同時，香港各界圍繞國家“十四五”規劃與香港發展的討論熱度始終不減。周二下午，由香港出版總會、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及香港書刊業商會共同舉辦的“十四五”規劃與業界新機遇分享會在香港舉行。香港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張國義、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以及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霍啟剛等人出席。國家的發展為香港的發展確實提供了大量的機遇，我們出版界也不例外。所以呢，過去看來呢，香港的出版界跟內地的出版市場基本上是兩條軌道，永遠不會交叉的，這是那個時候的看法。但是相信未來呢，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情況下，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值得積極探討，為我們香港出版界尋求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會長、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中央係對香港喺文化藝術方面呢係高度信任，同埋呢係俾咗我哋一個好難得嘅機遇，係讓我哋呢去喺呢方面去發展。咁我哋應該好好把握。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我哋點樣去發揮呢？點樣講好中國故事啊？點樣係令到我哋俾到全世界都有一種良好嘅印象啊？能夠了解到我哋國家優良嘅傳統文化咁樣。咁呢個都係需要往後要繼續去做。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霍啟剛就表示，相信香港在歷史的交叉點上，未來會提供給青年人越來越多的機會。尤其是年輕一代有嗰種國家俾你參與嘅一個機遇係好緊要。年輕人要搭橋搭梯，俾平台佢哋走出去。我相信佢哋出到去外地，佢哋呢種感染力，佢哋呢種創作力係可以感染到我哋國際嘅朋友。咁啊，從中幫到我哋而家整體所謂軟實力輸出呢方面嘅嘢。相關的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斌。陳燕你好，那麼香港律師會正副會長選出，您怎麼來看？那張達明為何會臨時辭職呢？香港律師會是很有歷史的專業協會，但是呢，在修例風波等事件之中，律師會對政治參與比較深，違背了專業路線。特區政府和民間呢都提出過比較嚴厲的忠告。希望他們呢不要把政治凌駕於法律專業之上。上周律師會進行部分理事改選，結果呢專業派參選團隊全取5席，而所謂的開明派呢全部落選。這呢是律師會回歸專業的一個比較好的跡象。律師會中的所謂開明派呢，實際上呢就是那些涉足政治比較深、背離專業，甚至在止暴制亂中公然抹黑警方的那些人。有的呢還有與外國干預勢力有一定的聯繫，不過呢是用開明這個詞呢來美化而已。現在呢選出了正副會長，這個會長陳澤民呢當選以後表示，要懷着最謙卑的態度迎接未來工作，帶領律師會秉持專業精神，政治中立，不偏不倚的從法律角度就社會議題發聲。這呢也是律師會撥亂反正的最新跡象。但是呢，律師會必須拿出行動，用事實而不是語言來證明他們秉持的是專業路線。法治精神呢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律師的專業至上是確保香港法治的重要部分。那麼至於說港大法學院的講師張達明突然辭職，他本人宣稱呢是因個人的私事辭職，但是呢更有可能是在搗亂，是在有意的掀起話題，表達對律師會回歸專業路線的不滿。張達明呢，實際上是一個煽獨派，也就是煽動這個港獨的人士，以操弄政治話題而出名。那麼這樣的人呢，留在律師會也不合適，所以呢，他提出辭職以後呢，馬上就生效了。
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自产高端疫苗开打不到1周，就已经有6个人在接种后死亡，多人出现不良反应。民众对高端疫苗副作用和安全性的担忧持续升高，多地出现缓打潮，接种爽约率不断上升。面对外界质疑，直播打高端疫苗的蔡英文竟然说不要过度政治算计，这一说法立马招致舆论痛批。而另一方面，即将抵达台湾的 BNT 疫苗遭到民众疯抢，预约登记系统更一度崩溃。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南一名34岁男子接种台湾自产高端疫苗后，7天内3次被送到急诊，一共出现11种症状。他无奈表示：“是要在医院待到鬼门关吗？”岛内民众质疑声不断，而此前一直为高端护航的民进党当局还在试图为每位死者找外因。桃园一男子在接种2天后猝死，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就指死者患有糖尿病，体重约120至130公斤，但死者遗孀强烈质疑，表示其丈夫去年体检时体重仅90多公斤。指挥中心后续只能致歉，称体重只是目测。这样的张口就来，引发岛内舆论痛批，这根本就是渎职和犯罪。连这么简单一个体重的数据都掌握不好了，你觉得更科学的数据，你不要说家属不接受啦，我觉得很多民众，但是呢，你连一个体重的数字你都灌水，你要我怎么相信？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告诉我说打高端没有问题？高端接连出事，中国国民党在呼吁暂停接种。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认为，民进党当局要负起全部责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称，高端未经3期试验，现在等同于在做一场最大型的3期试验，台湾民众犹如免费白老鼠。面对高涨的质疑声浪，蔡英文上周五首度出面回应，声称不论哪款疫苗都可能有不同反应的个案，但要尊重医学专业，过度的政治算计实在是损人不利己。这番话遭到医科专业出身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呛，指蔡英文要先尊重医学专业，才能批评人家不要过度政治算计。甚至这个疫苗施打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多严重的不良状况，甚至死亡的案例。民进党还要视若无睹的来粉饰太平，来掩盖真相，继续让台湾人民去施打高端疫苗。那么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台湾人民活生生的推到一个完全不可以能保障自己健康安全的风险当中。频发的死亡事故，加上台湾将在9月进口一批疫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打高端。高端施打率从一开始的90%以上，到开打后爽约率一路走高，到上周六1个星期的时间，岛内各县市弃打率都超过2%。而即将抵台的是由大陆复兴代理的 BNT 疫苗，也就是复必泰，引发民众疯抢。上周六，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开放民众意愿登记，开放1分钟就涌入37万人，30分钟超100万人完成登记。因上线人数过多，登记系统直接瘫痪，多次显示系统维护画面。有网友就崩溃抱怨，投票支持蔡英文的人有本事不要跟我抢复必泰。大家看到登记 BNT 的时候，系统瞬间宕机，然后再对照一下，在登记高端的时候是第1次登记不足额，再登记第2次还没足额，好不容易登记了第3次才足额了。大家光去比一比这个整个登记预约的状况，就应该可以很清楚明显的了解台湾人民对于 BNT 跟对于高端疫苗彼此的这个价值或者是安全性有多大的一个落差哦。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民众疑虑的问题做一个彻底的解决，那我干什么要冒险去打一个有安全性问题的疫苗呢？中国国民党主席参选人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周一在电台节目中透露，其实早在5月台湾疫情严重时，大陆人士就曾有意捐赠500万剂复必泰疫苗，直到2周前他才收到当局公文回复称不需要这500万剂疫苗。张亚中痛批，疫情不可能短时间内就会解决，疫苗一定是越多越好。他质疑台湾的人命是不是比政治意识形态重要，是否应该超越蓝绿？可是为什么蔡英文当局苏贞昌要这样蛮干？张亚中直言，当局拒绝这500万剂疫苗就是一种权力的傲慢。